大家好，我是小狐仙。在紫砂壶数百年的发展史上，有许多出名的宗师代表人物。明清有石大彬、陈明远、邵大亨等大师，近现代有任干庭、裴时明、吴云根、王迎春、朱可心、顾景舟、蒋荣这7位紫砂老艺人。七老难能可贵就在于时代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灾难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1912年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，清朝灭亡。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虽然主战场在欧洲，但全世界范围都有英、德、法3国的殖民地。而当时江苏境内除了英租界和日租界之外，其他地区面临着军阀割据、大乱斗的状态。1924年江浙战争开打，此时的江苏为直系军阀的势力范围，因此疑心为重要战线。1927年第一次国共内战开打，此时国民政府定都江苏南京，期间中日抗战开打，南京为华中主要战场。1939年爆发第2次世界大战，接着继续打第2次国共内战。大至世界、全国，小至地方的战争和械斗、战乱、天灾、人祸等等原因，大多数孩子没有条件去学校读书了，物价一落千丈，窑也不开了。制壶为生的艺人们纷纷外出寻找工作，一顿温饱是种苛求。百姓贫穷，许多大户人家家道中落，咬紧牙关撑着，一场小病都可能一命呜呼。多少人有闲情逸致泡茶玩壶呢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不要说是文化技艺传承，紫砂这门手艺险些葬送在无情的乱世之中。战后百业待兴，1955年蜀山紫砂工厂升格为陶业生产合作社，并成立紫砂工艺班。隔年1956年再升格为紫砂工艺厂，在七老的带领下，险些失传的传统工艺开始萌芽。1957年，顾景舟信心满满地从北京回来，因为在那满是工艺界精英的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上，朱德元帅提出对传统工艺采取保护、发展、提高的方针。顾景舟认为自己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，而看似欣欣向荣的紫砂产业迎来了下一个转折点——大跃进。1958年，红旗、激情、口号、标语，全民炼钢铁的巨大声响也充斥着丁山的古街声巷。紫砂厂内到处悬挂着横幅：3天学会制作高级工艺品，尽快实现制壶机械化。按照传统的手工制法，3天1把的手工壶被认为是保守，因为太慢了。革新者们主张甩掉传统手工艺的明针和打子，以模型注浆，也就是灌浆壶、机制流水线的方式来达到1天3把壶，进而实现全面机械化。无知！顾景舟公开抵制，并愤愤地骂了一句。顾景舟认为，紫砂壶的命脉所在，除了材质肌理的特点，就是独一无二的传统手工艺，包含泥片为主，也就是使用搭子拍好的泥片围成身筒，还有使用拍子拍打身筒的成型步骤。甩掉明针和搭子不符合紫砂手工技艺的清理，千壶一面，气息、意象、神韵、个性全没有了，那还是紫砂壶吗？在现实的洪流中，即使艺人的声音再洪亮，也会被淹没。而顾老的这点钟没有妥协，偷偷带着徒弟们每天抽1-2个小时开小灶，按照严格的要求进行全手工制壶训练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顾景舟的坚持让紫砂壶传统手工艺可以回到正轨。2008年，七老中最后一位蒋荣大师与世长辞，失落和空虚，仿佛一个世代走入历史。七老们竭尽一生所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，在惋惜的同时，感谢有了传承接力，种下的桃李已枝繁叶茂。而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，当今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仅有以下4位：徐秀堂、吕尧臣、周桂珍、汪应先。转眼间，汪应先大师在2018年仙逝，徐秀堂和吕尧臣大师都高龄80多岁了，周桂珍大师也要80岁了。紫砂的新生力还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，文化的传承不只有艺人们的坚持，还有壶友们的支持，我们都在为文化的传承努力付出贡献。